李小龍能一拳打死泰森，快醒醒吧！今天我冒着被全网网暴的風險，也要撕開關於李小龍最殘酷的真相。如果你還迷信他是戰無不勝的神，接下來的內容會徹底震碎你的認知。我會用訓練錄像、頂級職業選手的評價，以及李小龍本人的絕密書信，帶你看清被神化的真相。看完你就會明白，盲目吹捧他，其實是對這位武術家最大的侮辱。首先是冰冷的現實，李小龍沒有任何正規格鬥戰績，拋開加了濾鏡的電影，看他真實的訓練錄像，發力並不流暢，動作也不夠標準，所謂的快到相機拍不到，純屬電影宣傳噱頭。吳京在銀幕上打10個，現實中跟體校生切磋都費勁，道理是一樣的。但這還不是最扎心的，真正讓粉絲破防的是接下來的體型壓制。總有人幻想無規則死鬥，李小龍能秒殺泰森。泰森100公斤，李小龍才60公斤，中間隔着4個量級。UFC 選手宋亞東直言，泰森一拳打死李小龍絕非誇張，甚至李小龍自己也承認，如果阿里跟我打，他會殺了我。所以別再意淫什麼無敵戰神了。但真正關鍵的轉折在後面，李小龍其實是傳統武術史上最大的叛徒。1964年一場比武後，他發現咏春在實戰中根本抓不住对手，於是他在信裡吐槽，傳武訓練完全脫離實際。他甚至諷刺那些傳武大師是在陸地游泳，全是紙上談兵。到1972年，他已經公開與傳武決裂，所以別再拿他當傳武的擋箭牌了，他本人才是傳武遮羞布的粉碎者。李小龍的偉大不在於拳頭多硬，而在於他那超前時代的格鬥哲學。他是一個敢於推倒重來、擁抱現代搏擊的覺醒者，這就是真相，不需要神話，看清事實才是對他最大的尊重。反感無腦造神的，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，點個關注，帶你看透那些被情懷包裹的武林騙局。